2024越南最新民俗恐怖片《恶魔拳》惊悚来袭。该片改编自越南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一经上映就成为席卷东南亚的现象级电影，并已突破1084亿的超高票房，荣登越南恐怖片榜首。影片全程高能，强烈建议艾特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故事的开始，镇上的狗肉大户老南正拉着刚屠宰完的小狗回家，可当他将摩托车停在路边，蹲在水塘洗手时，却不料已经死透的小狗竟然活过来，还瞪着猩红的眼睛望向他。感觉到脊背发凉的老南猛然回头，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不料下一秒，老南的脑袋被鬼手拖进水塘后，没一会儿就被活活淹死。更离奇的是，直到出殡这天，老南的尸体都无法闭上眼睛。村里人都说老南是因为没见到儿子，所以死不瞑目。就在此时，儿子阿南终于带着女友小轩从城里赶回来。可当他亲自为老父亲合上双眼后，下一秒刚闭上的眼睛又瞬间睁开，而且还开始七窍流血。这一幕可算是吓惨了在场的来宾，大伙都认为这件事不吉利，决定立刻将老南的尸体抬进棺材里。而此时阿南却发现父亲的脖子上似乎有一道咬痕，不过阿南并没有过多在意，没一会儿就带着女友回到家里。可紧接着他就听到身后传来小轩的惊叫声，原来小轩刚刚看到死去的老南正站在门帘后面盯着自己，可转眼间对方又消失不见，他只当是看到幻觉，所以并没有将实情告诉阿南。这么精彩的剧情，香主我必须分享给女朋友。你还在一个人孤独的看电影吗？那不如试试探探，上线就精准定位同城单身美女，轻松认识附近的新朋友。不说了，我要去探探找可爱妹子去了。然而等到了晚上，阿南守灵时，诡异的事情居然再次发生。他先是听到棺材下面传出声音，便弯下身子一瞧，发现一双脚正站在对面。可等他起身来到棺材另一边时，却连个人影都看不到。然而一转身，七窍流血的父亲当场把阿南吓得瘫倒在地。这时他赫然发现家里的亲人们竟全都上吊自尽，这场面他怎么顶得住？就在这时，死去的父亲再次出现，还伸手拍向他的肩膀。Nó muốn giết cả nhà mình. 醒来后的阿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家向来与人为善，基本不会得罪人，怎么可能会有仇家呢？阿南庆幸刚刚只是一场噩梦，却没有留意到肩膀上莫名多出一块掌印，那正是父亲的鬼魂留下的。在处理完老南的葬礼后，阿南告诉家里人，他这次回来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和小轩完婚，因为他已经怀有身孕，不能再等了。但没成想这件事竟遭到二叔的极力反对。Chị phá nó đi. Chú nói gì chú? Chú nói gì mà nghe được hả chú? Chú ơi. 原来自从老南死后，二叔就想图谋家里的财产，尤其是老南生前掌管的狗肉店。结果他还没开始行动，竟又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竞争者，这可把二叔气坏了。不过最终在阿南的据理力争下，他勉强同意两人在老南的丧期过后再举行婚礼。那么根据越南习俗，二叔只剩下7个礼拜的时间争夺家产。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家中竟然再次出现怪事。小轩准备回房间时，突然听到厨房传来咀嚼食物的声音。此时他很确信家里人除了自己外，现在都躺在床上睡大觉。他本想装作看不到快速离开，结果却还是没忍住好奇转身看去，只见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正坐在桌前吃东西，而在他对面还有一个人头狗身的家伙正趴在地上刨食。小轩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紧忙捂住嘴巴，他强忍着恐惧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谁知下一秒他竟磕到椅子发出刺耳声响。察觉自己被怪物发现后，小轩当即发出一声惨叫。可等阿南母子过来后，厨房里哪还有怪物的身影？母亲觉得这是丈夫在埋怨他们没有办好葬礼，所以她的鬼魂就会跑回家里闹事。为了能让丈夫得到安息，她连夜在灵位前进行祈祷，结果根本没有用，并且整个灵位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刚刚还在播放佛经的收音机也突然响起诡异嘈杂的声音，直到她狠心将收音机摔碎后，那些声响才消失不见。就在母亲以为终于平安无事的时候，头顶竟传来踩瓦片的声音。他抬起头朝房顶望去，发现一双血红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母亲瞬间察觉到有东西牢牢抓着自己的脚踝，正拼命地把她拽向床底。当阿南和小轩赶来时，母亲早已昏死过去，只不过在她的脚腕处也多出一块咬痕，似乎和老南脖子上的极为相似。由于几人并不知道咬痕出现的原因，便将她当成一般伤势对待，因此隔天阿南便带着小轩打算去集市上给母亲买些补品。路过一家狗肉店时，两人看到邻村赖姐的疯弟弟正在阻止客人吃狗肉，还警告他们再吃会遭到报应。就在他快挨揍的时候，赖姐及时赶来将疯弟弟带走。阿南和赖姐原本就相识，但两人互相寒暄过后，赖姐却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Coi chừng con chó trắng mũi đỏ, nuôi nó không nên đâu. Đúng rồi, nó cắn nó gì? Con chó đó. 等他们离开后，小轩便向阿南询问赖姐的身份，这才得知原来赖姐家曾拥有全镇最大的狗肉店，只是没想到她的父亲在某个夜晚突然像是疯了一样要杀光家里所有人，最终只剩下赖姐和弟弟侥幸活下来。从那以后，赖姐家的店便不再开张，阿南家的狗肉店也因此升级为全镇最大的一家。回到家后，赖姐的话一直在阿南脑海中回荡，他只好打开电脑查询关于红鼻子白狗的传闻，结果一查吓一跳，原来红鼻子白狗竟然是灾难的象征。每到夜晚，他体内的恶魔就会醒来，然后控制小狗在家里四处游荡，这么做就是为了找到所有人的弱点，以便引起他们互相攻击，甚至自相残杀。看着这些科普资料，阿南不由得想起自己家里恰好养着一条红鼻子白狗。就在这时，家里突然传来三姑凄厉的惨叫声，阿南急忙赶到三姑卧室，居然看到一个头戴草帽的白狗正朝着树林中狂奔。阿南见状当即追了过去，可等一人一狗来到树林后，阿南看到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一棵枯树上长满了猎犬的眼睛，这时几道闪电突然划破天际，那些眼睛才烟消云散。这下阿南不得不相信赖姐疯弟弟说的话，如果他们再继续杀狗，或许下一次就真的轮到狗杀他们了。于是他立刻回家提出推迟开店的想法，甚至最好将店铺关掉。但这个提议不出意外的遭到二叔反对，毕竟在他眼里天塌下来都没有赚钱重要。可让阿南感到意外的是，三姑不仅同意重新开店，还谎称刚刚看到的是老鼠，不是恶魔犬。看着这两个要钱不要命的亲戚，阿南对此表示非常无语，无奈之下他也只能同意重新开业。谁知隔天一早，三姑正按照顾客要求准备将一条狗腿肉切成块时，结果刚砍下一刀，阿南的母亲就在屋内抱着大腿发出一声惨叫。心思缜密的阿南很快就发现，每当三姑剁一次狗腿，母亲就会感受到相应的痛苦，于是他紧忙跑出去制止三姑继续切肉。果然母亲的腿立刻就不疼了，但这却引起三姑的不满，觉得阿南就是不想让他赚大钱。可谁知等到了晚上，三姑在清洗杀狗的工具时，突然像着了魔一样，朝着地上的烤炉走过去。正当三姑庆幸差一点就磕断脖子时，烤炉内突然伸出一只手，抓着她的脑袋狠狠往下一拽，当场就将三姑的脖子切成两截。自从三姑离奇死亡后，村里人纷纷猜测阿南家一定是受到了诅咒，否则怎么会有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果不其然，隔天夜里二婶刚巡视完狗笼，就发现一条小狗转眼间变成双眼血红的男人，还朝她猛扑过来。多亏丈夫及时赶到，将对方活活打死，她才算保住一条性命。二婶看着被丈夫打死的小狗，仍旧心有余悸，因为她总感觉刚才看到的并不是幻觉。这个离奇的想法吓得她整晚不敢睡觉。等到了深夜，她突然看到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正趴在丈夫的腿上，贪婪地啃食大腿肉。二婶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料转眼间那个怪物竟跟着钻到床底下，还朝着她脸蛋伸出细长的舌头。cái gì đấy? Lại có thằng nào à? 醒来后的二叔突然感到大腿一阵剧烈疼痛，这才发现自己的大腿鲜血淋淋，像是被狗咬了一口。夫妻两人被吓得急忙去找巫师求助，巫师表示这一切都是老南在报复他们，所以必须要举行仪式镇压他的鬼魂。得知在举行仪式时需要打开老南的棺材，夫妻俩顿时觉得有些难度，因为阿南母子绝不会同意他们打扰死者。可为了保住性命，二叔决定兵行险招，打算给小轩下
药，让阿南母子送他去医院。与此同时，丝毫不知未婚妻即将遭遇危险的阿南正心急火燎地来到赖姐家里。原来他在昨晚亲眼看到那条红鼻子白狗突然化身恶犬朝自己扑过来，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却在他身上留下一排牙齿印。赖姐得知情况后告诉阿南，他早在多年前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初全家人的身上都出现了牙齿印。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就像疯了一样，拿刀杀尽全家，幸亏弟弟拼死相护才救下他的性命。可意外的是，父子二人在院子里厮杀时，同时被一道闪电劈中，直接将他的父亲劈死。弟弟虽然活下来，却变成了傻子。 Vậy chị có biết tại sao nó lại nhắm đến gia đình mình? Nghiệp cá ăn kiến thì cũng có ngại kiến ăn cá, không tránh khỏi được đâu cậu. 赖姐告诉阿南，自从发生灭门惨案后，她立刻关闭家里的狗肉店，从此恶魔犬再也没有找上门。此时阿南还不知道，他和二叔虽然咨询的是同一件事，但巫师和赖姐给出的却是相反的答案。当他回到家后，正看到小轩痛苦地躺在地上，便急忙将他送往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小轩服用的竟然是堕胎药。万幸的是药量不大，没有对胎儿造成伤害。愤怒的阿南不用想也能猜到，一定是二叔夫妇所为。只是当他找到二叔时，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还被割掉舌头，缝上眼睛，让他再也找不到仇人。当巫师询问老南准确的死亡时间时，村民们都说是5点左右，没成想全被二叔否定。3 giờ sáng làm sao không biết。既然瞒不下去了，二叔锁定当场自爆。原来老南死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但他却没打算救下大哥，只因这个亲大哥不止处处压他一头，甚至还强暴了他的老婆，致使其怀孕。但禽兽不如的大哥竟狠心给他灌下堕胎药，最终导致阿南二婶患上不孕症。阿南不愿接受父亲是这种败类的事实，怒斥二叔在撒谎，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遗憾的是，阿南终究不是二叔的对手，被当场打晕过去。当二叔回到家时，赫然发现恶魔犬正站在他房顶，一人一犬对视过后，恶魔犬突然朝他飞扑过来，将一股透明液体喷射在他的头上。下一秒，二叔就变成半人半妖的模样，并回到房间，将自己的老婆拖进厨房，接着强行按进滚烫的油锅里。没过多久，醒来后的阿南刚刚回家，就看到惨死的二婶，他顿时被吓了一跳。这时厨房又传来吵闹声，当他跑过去时，却看到二叔正手拿喷枪，准备将母亲活活烧死。幸亏小轩一直在旁边奋力抵制，才没有酿成大祸。阿南见状，立刻扑过去救下母亲。这次由于二叔行动不便，阿南直接打断了他的脖子。本以为二叔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不料他居然又站了起来，甚至还能强行把脑袋拧回来。阿南见状，只能让小轩和母亲赶快离开。他独自将二叔吸引到树林，打算引来天雷，让二叔像赖祖父那样被活活劈死。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阿南用计让二叔撞上树杈，整个人被穿个透心凉。最后阿南扑过去牢牢将他按住，最终成功引来一道闪电，二叔当即被活活劈死。万幸的是，阿南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拆除了家里的狗肉店，带着母亲永远离开这个让人感到伤心又害怕的地方。我是香猪，咱们下期见。